庞巴迪，一个值得加拿大人骄傲的品牌，更是曾经代表加拿大工业体系的最高成就。他曾经呢单凭一己之力就成为世界支线航空的巨头，与波音、空客这样的巨型公司呢进行直面的竞争。他也曾经在多样化经营上成为人类商业史上的奇迹，涉足几乎一切的交通领域，并且呢都做到了行业领先。他更是把加拿大的工业体系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让加拿大站在高端制造业的世界舞台的中心。但是现在庞巴迪却远不如前几年辉煌，业务规模呢和领域都急剧的收缩，90%以上的业务呢都已经变卖殆尽。它虽然不像是黑莓或者北电一样已经消失，但是呢，庞巴迪的衰落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某种程度上庞巴迪的兴衰正是加拿大工业发展的一个缩影。从他的身上呢，我们可以看到加拿大工业的成长与辉煌，更能够看到加拿大面对的挑战和困境。那么庞巴迪到底当年是如何发展壮大的？又犯下了什么错误导致业务收缩？未来的庞巴迪以及加拿大的高端制造业又将走向何方？那么今天大伟呢，就来给您带来有关庞巴迪的故事。在讲庞巴迪的发展历史之前我们一定要说说顶峰时期的庞巴迪到底是有多厉害。我们前面曾经提到过庞巴迪涉足了几乎所有人类的交通工具类型。天上飞的、海里游的、地上跑的，甚至地底下的交通工具呢，庞巴迪都有覆盖，而且几乎都做到了行业的顶尖水平。那么在消费品领域呢，庞巴迪最广为人知的呢，就是雪上摩托 Ski-Doo 和水上摩托 Sea-Doo 这两大类产品呢，庞巴迪无疑是都做到了世界第一至今依然是如此，几乎呢没有任何一个竞争者能够撼动其领导地位。而在公路交通上，庞巴迪的3轮摩托车也是行业第一的存在，甚至他们还开发了2轮摩托车和电动摩托车的产品线。但是这些只不过是庞巴迪业务线中的一小部分。庞巴迪呢，还曾经是世界3大轨道交通的制造商之一，与德国西门子和法国阿尔斯通呢并列世界3强。庞巴迪的轨道交通曾经有多辉煌呢？首先是地铁领域伦敦地铁、巴黎地铁、纽约地铁、华盛顿地铁、芝加哥地铁、多伦多地铁、温哥华天车，甚至中国的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的地铁，庞巴迪都是重要的参与者。那么制造了大量的车头、车厢与相关的配套系统。而在高速铁路上呢，中国的 CRH1 型动车组引进的呢就是庞巴迪的技术。而德国的 ICE 高速铁路，庞巴迪也负责了车厢制造与电力推进系统的制造。另外呢，意大利和西班牙的高铁建设中呢，庞巴迪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说到这儿我们只介绍了庞巴迪的一小半业务。庞巴迪真正的优势领域呢，是在于航空。首先在公务机领域庞巴迪与美国的湾流是世界上最主要的2大豪华公务机制造商。那么这2家公司呢，就占据了公务机市场的大半壁江山。尤其是庞巴迪最新的环球8000系列公务机呢，是世界上最快的民用飞机其巡航速度可以接近音速，可以说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公务机，没有之一。而在短程涡桨飞机领域呢，庞巴迪旗下的德哈维兰 -7、-8系列呢，可以说是世界航空史上最成功的商用涡桨飞机。那么总共大概是生产了1500架，目前呢依然是活跃在北美、欧洲和印度的航空市场。而庞巴迪更成功的飞机呢，则是 CRJ 系列的支线飞机，那么座位数是达到了50到100座，那么共有5大机型。CRJ 支线飞机呢非常的传奇，它虽然不是第一款喷气式支线飞机，但是呢却开创性的第一次将喷气支线模式带入全球等于是一款重新定义了行业标准的飞机。某种程度上来说正是 CRJ 系列飞机开创了全球支线航空的市场，将乘客呢从小城市送到大城市的这种枢纽机场。那么一款飞机就催生了一个新的市场，可见它的传奇程度。从1991年到2021年的30年间CRJ 系列飞机呢，总共是生产了1945架，目前呢仍然活跃在全世界的支线航空领域。而庞巴迪最高端的航空产品呢，也是让庞巴迪走向衰落的一款飞机，则是更加传奇的 C 系列干线飞机。那么它有100到150座，大量采用了复合材料。
那么它的燃油消耗呢，比同类飞机是低了20%，可以说呀，是直接撼动了波音和空客的霸主地位。那么这款飞机的特性与商业上的成败呢，我们一会儿再说。但是呢，它却是加拿大凭借一己之力就打破了波音与空客绝对垄断的首台干线飞机。那么这个意义呢，也将让庞巴迪载入民用航空史册。而庞巴迪也凭借着航空、轨道交通和休闲市场的3大板块业务呢，成为加拿大高端制造业的龙头企业。从2000年开始的20年间啊，其年营业额一直是在100亿美元以上。好，下面我们就来详细看一看庞巴迪的发展历史。要说庞巴迪啊，其实是一个法语词，它的原意呢就是轰炸机上的投弹手啊。看来庞巴迪在名字上就带了航空的基因。但是啊，这个法语词却是来自一个法语姓氏啊，也就是这家公司的创始人约瑟夫·阿曼德·庞巴迪。老庞巴迪呢是出生于1907年，一直是生活在加拿大的魁北克省瓦尔库尔德小镇。由于这里冬季漫长啊，降雪量极大，冬季出行非常的不便。那么从小喜欢机械的庞巴迪呢，在15岁的时候就造出了自己的第一辆雪地车。在1937年啊，30岁的庞巴迪呢推出了7座版的雪地车 B7 啊，并真正的开始把雪地车当作一门生意开始推向市场。那么第1年就卖掉了8辆。当时的客户呢是包括神职人员、邮递员、军官和巡回医生。尤其是随着1939年2战的爆发呢，庞巴迪的工厂获得了大量的军方订单。随着雪地车业务的原始积累啊，庞巴迪也真正的创造出一个全新意义的交通工具，就是雪地车啊。那么这也一直是加拿大人的一个骄傲，在入籍考试的时候啊，没准就会考到这道题。但是呢，随着2战结束，魁北克的城市中呢，也大量出现了另外一种机器，叫做除雪机。对了啊，除雪机也是加拿大人发明的。但是呢，除雪机天生就是雪地车的天敌。那么随着城市除雪工作越来越高效，雪地车作为一种日常交通工具的作用呢，也越来越小。庞巴迪呢，于是开始转向，将原来的雪地车缩小，变成了雪地摩托。它的作用呢，也从原来的交通运输变成了娱乐。1959年啊，举世闻名的庞巴迪 Ski-Doo 啊，雪地摩托推向了市场。这种小型的雪上交通工具呢，一经推出就大受欢迎啊！4年内销量就从225辆增长到了8210辆，一直到今天啊 ，Ski-Doo 的品牌也依然是雪地娱乐业的一个霸主。而 Ski-Doo 的兄弟品牌 Sea-Doo 也同样打开了水上摩托的市场。那么目前它的市场占有率呢，也已经达到了67%，也是绝对的垄断。老庞巴迪呢，于1964年因胃癌去世。那么公司总裁的职位呢，由他的儿子杰曼担任。但是2年后啊，这个杰曼就辞职了。老庞巴迪的女婿呢，博杜安于1966年接管了公司。那么这次高管的轮替啊，是颇有争议。外界呢一直有传言称是杰曼是被博杜安逼迫辞职的。那么这其中啊，就有点中国汉代王莽篡位的意思了啊。但是无可否认的是呢，正是博杜安带领庞巴迪真正的走向了辉煌。随后啊 ，Ski-Doo 在市场上的成功呢继续扩大，公司收入呢在1964年到1972年间呢，从1000万加元增长到了1.83亿加元，短短8年间增长了18倍。庞巴迪呢于1970年收购了奥地利的一家缆车制造公司，因为这家公司啊是为 Ski-Doo 提供了发动机。而这次收购啊，本来是想掌控雪地摩托车的发动机制造，但是无心插柳下呢，却成就了庞巴迪的轨道交通业务。1973年，由于油价飙升和连续几个冬季降雪量的减少呢，庞巴迪雪地摩托的销量呢突然开始下降。那么这些挑战呢，促使 CEO 博杜安呢希望进一步多元化公司的产品。当时正值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前夕啊，蒙特利尔市呢需要进行大规模的地铁更新与改建。1974年，在蒙特利尔市政府的大力的鼓励下呢，更是受益于之前收购的奥地利子公司在列车制造方面的一个技术储备，庞巴迪是赢得了为蒙特利尔市建造423辆地铁列车的一个合同。为了进一步提高制造能力呢，庞巴迪更是于1975年收购了蒙特利尔机车厂。
魁北克省政府呢，通过提供财政援助，资助了庞巴迪完成收购。自此啊，国家资金在庞巴迪运营中一直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甚至可以说是政府资助极大地帮助了庞巴迪完成了后续的一系列扩张。后面呢，庞巴迪开启了在地铁领域的快速发展。1982年呢，他赢得了纽约地铁运营局825辆地铁车厢的一个合同。那么该订单呢是价值10亿美元，是当时加拿大制造业最大的单笔销售。那么这笔订单得以促成，主要是2个重要的因素：一是加拿大政府协助融资，第二呢是借助了另外一家公司的专业知识，也就是说日本的川崎重工。那么依赖着政府资金和外部的技术支持呢，庞巴迪的轨道交通业务得以飞速发展，相继收购了比利时国家铁路制造公司 BN， 更是在2001年从戴姆勒奔驰手中收购了德国的 AD Trans 公司，从而呢让庞巴迪一举成为当时世界3大轨道交通制造商之一。除了车辆和轨道的建设之外呢，庞巴迪也发展出了一整套的轨道交通的解决方案包括信号、电力、通信、控制与自动化系统等等等等。那么在40多年的发展中庞巴迪深度参与到了全世界超过50个城市的轨道交通项目。那么北美的例如纽约、芝加哥、旧金山、蒙特利尔、多伦多、温哥华；欧洲的包括伦敦、柏林、巴黎、维也纳斯德哥尔摩，以及印度的新德里、阿联酋的迪拜、泰国的曼谷、巴西的圣保罗等等等等。庞巴迪轨道交通与中国更是有着众多的合作。那么通过与中国建立多家合资公司，庞巴迪是参与到了北京、上海、深圳、哈尔滨、南昌、芜湖等多个城市的地铁项目更是中国高铁动车立项之初的深度参与者，是中国高铁最早也是最重要的国际合作伙伴之一。那么中国最早的 CRH1 系列动车组呢，就是引入的庞巴迪 Regina 系列高速列车技术。那么由庞巴迪与中车常客组建的合资企业呢，在中国生产。庞巴迪在轨道交通业务上的发展是如火如荼，尤其是在尝到了多元化发展和政府扶持的好处之后呢，庞巴迪又开始涉足航空业务。1986年呢，加拿大时任总理马尔罗尼领导的进步保守党政府呢，开始大刀阔斧地进行私有化国有企业。那么首当其冲的呢，就是 Canada Air 加拿大航空公司。请注意这里并非是 Air Canada 加航庞巴迪收购的 Canada Air 呢，是一家加拿大国有的飞机制造企业。1944年建立，在80年代呢，主要是生产 CL 系列呢水上灭火飞机和挑战者系列公务机。但是与大多数的加拿大国有企业一样Canada Air 加拿大航空呢是面临着巨额的亏损。前后加拿大政府投入了不下几十亿加元，依然是无法堵住加拿大航空亏损的窟窿。而庞巴迪呢，本次仅仅是花了1.2亿加元就买下了加拿大航空其获得的呢，不光是加拿大最大的飞机制造企业，更是借此拿下了联邦政府的 FA-18战斗机的维护合同。马尔罗尼呢是选择扶持更大的庞巴迪，而非合同金额更低的温尼伯的公司。而由此也大大的加深了加拿大西部地区的不满情绪。那么在获得了加拿大航空之后呢，庞巴迪拥有了飞机制造能力，并决定大力发展在当时已经立项的 CRJ 系列支线喷气式客机。前面我们曾经提到过CRJ 飞机是世界航空史上的一款划时代的机型，那么总共是生产了接近2000架，也是庞巴迪中后期最重要的一个收入来源。那么时间到了1989年，英国的撒切尔政府呢也是启动了自己的私有化运动。庞巴迪呢是再次以6000万美元的低价呢是收购了北爱尔兰的肖特兄弟航空公司。肖特兄弟同样是一家传奇的飞机制造商。那么在1909年呢就获得了莱特兄弟的授权，开始在英国生产飞机，是世界上第一家成规模的飞机制造商。在二战中曾经为英国政府生产了大量的军用运输机。庞巴迪呢，不但是以极低的成本是完成了收购，更是获得了英国政府5.5亿美元的一个注资，也拿到了英国的短程防空导弹的一个生产合同。后来更是取得了北爱尔兰这个贝尔法斯特机场的一个运营权。
1992年啊，庞巴迪再次以5100万美元的价格呢，从波音手中购买了德哈维兰加拿大公司，而此次呢，则是得到了加拿大安大略省的一个支持。那么省政府呢，以股东的身份注资，后来呢，省政府和联邦政府呢，又一起向庞巴迪注资了5.7亿加元。除了扶持民族企业之外啊，政府更是希望扩大本地的就业。那么德哈维兰加拿大公司呢，主要是生产3类飞机，分别是灭火飞机，其中呢最著名的型号是 CL415啊，外号叫做超级勺子，它可以在水上起降，更是可以在水面飞行中取水啊。2025年加州大火期间啊，加拿大就派出了2架超级勺子飞机援助灭火，引发了很大的关注。德哈维兰生产的第2类机型呢是 DHC-6啊，双水塔短途飞机。那么它有19到20个座位，这也是一款传奇飞机啊！从1966年一直生产到现在，持续了将近60年，生产了近1000架。那么在温哥华当趟的海边呢，我们经常就可以看到很多的双水塔水上飞机。那么它是专门往返于温哥华与维多利亚之间的一个短途航线。而第3类飞机呢，则是更加有名的，也就是戴氏7和戴氏8系列涡桨支线客机。那么在中国的名字叫做冲7或者冲8啊，总共是生产了将近1500架。虽然它现在已经停产啊，但是日本和澳大利亚的航空公司呢，还在不断的增加订单，可见其受欢迎的程度。那么德哈维兰加拿大呢，目前是选择一些2手的戴氏8机型呢进行翻新供应。后续啊，还很有可能重新启动戴氏8 Q400 型号的飞机的生产。那么在庞巴迪的航空收购案例中啊，唯一没有获得政府支持的呢，是收购美国的里尔航空。那么这是一家专门生产公务机的飞机制造商。那么到1998年啊，庞巴迪结束了为期10年的并购狂潮的时候呢，庞巴迪已经成为全球第7大民用飞机制造商。此时的庞巴迪啊，是尝到了多元化和资本的甜头，那么营业额和利润呢，也直线的上升。这时候啊，有点被胜利冲昏头脑的庞巴迪呢，是决定进军金融业啊。当然啊，这也是受到当时 GE 通用电气、伊梅尔特的一个影响啊。庞巴迪向自己的零售商贷款啊，向购买自己飞机的航空公司贷款，为铁路公司提供租赁融资，甚至为美国德州的移动房屋建设呢提供融资。到2001年初呢，公司已经向客户发放了将近90亿美元的贷款和租赁，那么其中呢一半与飞机业务有关，并承担起了数十亿美元的长期债务。这似乎是一个推动销售的理想的方式啊！只要航空市场稳定，那么客户就能够偿还贷款，或者换句话说啊，只要经济形势良好，金融业务就能够得到长足的发展。那么此时的庞巴迪呢，已经是形成了4大独立的业务线，分别是飞机制造、轨道交通、个人娱乐车辆以及金融服务业。那么到2001年啊，公司的市值是接近了340亿美元，使其成为加拿大10大上市公司中唯一的一家制造企业。从1995年到2001年，仅仅是6年的时间，庞巴迪的股价就飙升了10倍，这也是庞巴迪历史上最高光的时刻。但是啊，所有人都知道，这时候呢，一定会迎来转折。2001年911事件的爆发呢，美国的经济陷入衰退，私人飞机订单枯竭，几家大型航空公司呢相继宣布破产。庞巴迪的金融服务业啊，一下子遭受了近10亿美元的亏损，那么将过去10年积累的金融服务的所有的利润全部都赔了进去。而且啊，飞机制造业也遭受到沉重打击，那么支线客机销售呢也陷入停滞。而与此同时啊，铁路业务也面临着诸多的问题，那么生产质量问题和产能问题也一直困扰着庞巴迪。很多新建的地铁项目呢都无法按时交货，甚至纽约地铁的车门呢出现系统性缺陷，以至于纽约市场公开的批评庞巴迪给到纽约的是残次品。而随后到来的08年金融危机呢，更是让各个国家的轨道建设啊以及航空业都陷入了一个停滞。本来庞巴迪的多元化经营思路呢是分散风险，那么在一条业务线出现问题的时候呢，另外一个业务可以补充。但是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庞巴迪的轨道交通、航空业务以及金融服务业3大板块业务同时陷入危机。
那么真正压死庞巴迪的最后一根稻草，或者说是大树啊，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 C 系列干线飞机。C 系列飞机呢是100到150座的喷气式窄体干线飞机。那么当时市场上啊，要么是100座以下的支线客机，比如说庞巴迪的 CRJ 系列喷气机和德哈维兰的戴18系列涡桨飞机。而再往上呢，就是波音的737 MAX 系列和空客 A320 系列，都是140座到240座之间的中型飞机。而较小的150座以下的波音737-600、700以及空客 A318、319呢，都已经过时，燃油经济性与舒适性呢，都无法满足现代的一个要求。正是在这样的市场空白之下呢，庞巴迪于2005年正式立项，推出了这个自公司成立以来投资最大、科技含量最高，也是市场风险最大的一个项目 ——C 系列干线客机。当然了 ，C 系列同样是得到了政府的资金支持。那么加拿大政府和英国政府都向庞巴迪提供了资金注入，两边的比例差不多啊，加起来总共是达到了7亿加元。C 系列飞机呢是非常有野心的一款飞机，它的机身材料大量的使用了复合材料，比如说碳纤维。那么它的燃油经济性、噪音、电子设备的性能呢，都是世界领先的水平。尤其是燃油经济性啊，这在油价飙升的21世纪初是显得尤为的重要。据估算呢 ，C 系列每个座位的飞行成本与更大一个等级的 A320 和737-800相当啊，这就给了航空公司极大的一个便利性。那么可以用相同的成本，让更小的飞机执行更灵活的任务，从而呢更有效的节约成本。无疑啊，庞巴迪是把公司复兴的希望全部都压在了 C 系列的飞机上，他们也对 C 系列充满了自信。庞巴迪的高层预估呢，100到150座的客机市场在未来20年内将有6300架飞机的一个需求，它的市场规模是超过了2500亿美元，而庞巴迪预计呢将占据其中一半的份额。在2008年的范保罗航展上呢 ，C 系列的概念呢首次对市场公布，并且一下子是拿到了汉莎航空60架的订单。同时呢，还有其他的几家航空公司也都表示了强烈的兴趣。可以说呀，它的市场前景是一片光明。但是真正的问题就出在了设计和生产上。2008年 C 系列正式开始原型机的组装制造，但是呢，由于发动机供应延迟以及新机试飞的一系列问题，原定于2013年交付的 C 系列呢，是整整延迟了3年，到2016年才将第一架飞机交付给了汉莎旗下的瑞士航空。那么交付时间整整是推迟了3年，而且啊，后面量产的产能也严重的不足。C 系列在2016年是总共交付了7架，在2017年交付了17架，2018年呢也交付了不足70架。那么在这之前啊，庞巴迪的预估是每年至少交付315架。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差距啊，实在是太大了。C 系列的延迟推出呢，与产能的不足严重的阻碍了销售，更是完美的错过了市场的一个最佳时机。在 C 系列的立项之初呢，国际油价飙升，尤其是在2010年到14年，油价是飙升到了每桶90到120美元。那么正是在高油价的时代呢 ，C 系列的燃油经济性才能够得以体现，这也是航司选择 C 系列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但是2014年之后呢，油价开始快速下跌，到2016年啊 ，C 系列真正交付的时候，油价已经是跌到了每桶26美元的地位。此后几年呢，也一直是维持在40到60美元之间。而在油价压力缓解的情况下呢，航空公司换装新飞机的意愿呢也开始降低，甚至有很多公司啊都开始考虑购买老旧的中小型客机投入运营。那么这等于是大大降低了 C 系列的市场吸引力。而另外一方面啊，面对突如其来的搅局者，波音和空客这2大市场垄断者呢，也绝不会给 C 系列任何喘息的机会。庞巴迪一直宣称啊，100到150座飞机是一个市场空白，并不会给波音和空客产生竞争。但是啊，在只有极少数的几个玩家的客机市场上啊，这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零和游戏。C 系列呢，无论如何都会触碰到空客 A320 和波音737的蛋糕。那么在庞巴迪延迟交付和陷入于产能困境的时候呢，
空客是选择对 A320 进行了发动机换装，从而呢提高燃油经济性，抵消 C 系列的优势。空客呢还大幅降低价格，那么直接是抢走了很多个 C 系列的大订单。而波音啊，则是明目张胆地打起了价格战，甚至呢给美联航订购的737订单呢是高达了73%的巨大折扣，将单价是直接降至2200万美元，那么远远是低于 C 系列300型号的3600万美元的一个售价。而当时的飞机制造业格局呢是两大两小，两大就是波音和空客，两小呢就是庞巴迪和巴西航空工业。面对 C 系列的挑战呢，巴航工业则是快速地推出了 E190 和 E195-E2， 也就是第二代产品，那么与庞巴迪直面竞争。这两款飞机呢，从97座到146座，几乎跟 C 系列的定位一模一样。而 C 系列的延迟交付呢，也给了巴航工业喘息的机会。那么这两款同样节能高效的飞机呢，于 C 系列推出的2年后，也就是2018年和19年开始迅速交付。那么这时庞巴迪可谓是前有堵截，后有追兵啊，是腹背受敌。而真正致命的一击呢，是来自波音和当时的特朗普政府。2016年的4月28号，达美航空是提交了75架 C 系列飞机的正式订单，另外呢还有50架的选择权。但是1年后的2017年4月27日，波音公司向美国商务部提交了一份倾销的申诉，称庞巴迪是收到了加拿大政府的巨额补助，那么低价倾销 C 系列飞机到美国。此时啊，正值特朗普政府的第一个任期。那么几个月后的9月26号，在波音的游说下呢，美国商务部认定庞巴迪倾销成立，加拿大政府补贴率为220%，再加上80%的反倾销税，判定 C 系列飞机进入美国的总税率是高达300%。这一举措啊，等于是将庞巴迪彻底排除在了美国这个世界最大的科技市场之外。某种程度上来说呢，是判了庞巴迪的死刑。暗淡的市场环境，3个竞争对手的紧逼，再加上美国的贸易保护，使得庞巴迪的航空工业命悬一线。而且最重要的是啊 ，C 系列的开发成本大大的超支，从最初预估的20亿加元，最后是飙升到了68亿加元。而与此同时呢，庞巴迪开发的另外一款公务机里尔85型呢，也宣告失败，又是10几亿打了水漂。到2019年呢，庞巴迪是已经积累了93亿加元的长期债务，每年的光是利息的支出就高达7.3亿加元，每年的养老金缺口呢更是高达将近20亿加元。那么在这样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呢，庞巴迪不得不开始了疯狂的甩卖模式。那么这与20年前疯狂的并购的场景呢，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2017年的10月，仅仅在美国商务部做出关税裁决后的几天，庞巴迪呢就宣布以象征性的1加元将 C 系列项目50.01%的股份转让给空客，而剩下的49.99%的股权呢，则由庞巴迪与魁北克省政府共同拥有，等于是再一次由加拿大政府伸出援手。而之前的几个月呢，加拿大联邦与魁省政府呢，已经是向庞巴迪注入了10几亿加元的援助。空客在接手 C 系列之后呢，将其改名为空客 A220。而次年，美国贸易委员会裁定商务部的倾销关税无效，那么达美航空的订单得以保留。空客 A220 的主要生产呢，依然是在魁省完成。另外呢，在美国也将设立第2个工厂。空客接手之后呢 ，C 系列的销售情况呢，也得以改观。截止目前呢，该系列飞机的总订单量呢为904架。那么在庞巴迪卖掉了 C 系列之后呢，也开启了他的一个疯狂的甩卖模式。那么让我们来看一下庞巴迪在短短的3年的时间内进行的业务剥离。2018年5月，将位于多伦多的370英亩的制造基地出售给加拿大公共养老基金。2018年11月，将德哈维兰及戴士8系列飞机生产线呢是出售给了加拿大 BC 省的维京飞机制造公司。2018年11月，将其飞行培训业务出售给了 CAE。CAE 呢也是一家加拿大本土公司，是全球最大的飞行模拟器制造企业。2019年的6月，将其 CRJ 系列飞机业务出售给了日本三菱重工。虽然 CRJ 飞机呢不再制造，但是后续的维护和零件供应呢将由三菱完成。
2019年10月，将其航空结构业务，也就是机身制造，是出售给了美国的 Spirit。2022年2月，将其在 A220 的剩余股份呢是出售给空客。2022年2月，将轨道交通部门整体出售给法国的阿尔斯通。而在这之前的2013年呢，庞巴迪早就将娱乐用交通业务，也就是其起家的雪地摩托、水上摩托和三轮摩托业务剥离而控制该业务的呢还是庞巴迪家族，等于是将这一块业务线呢是私有化。至此呢，庞巴迪公司从一个横跨海陆空地下的交通制造业巨头，变成了仅剩下公务级业务的一家小型飞机制造商。那么其市值呢，也从2000年的300亿美元跌到了今天的63亿。庞巴迪的兴衰的历史真是让人唏嘘。我们总结庞巴迪失败的原因呢，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呢，也是最大的问题在于战略层面。它的扩张太快，大量收购的业务和企业呢无法整合消化，更没能给到原有的业务以支持。比如收购的美国里尔公务机公司和英国的这个肖特兄弟公司呢，后期都成了庞巴迪的拖油瓶让集团背负了巨大的负担。而失败的金融租赁和服务业务呢，更是一个失败的尝试。还好呢，庞巴迪没有下太大的赌注，没有像 GE 一样满盘皆输。而最重要的轨道交通和飞机制造两大业务呢，又双遇到问题。说起来这两者都是交通领域，但是呢，在产品上没有任何的交集和接力。以庞巴迪的管理能力是无法顾及这两大超级宏大的业务板块的。而在911和金融危机等一系列的市场冲击下呢，这两大板块一旦同时出现问题，必然会将企业拖垮。因为它们全部都是超重资产、超高风险、超长周期。您想想光 C 系列飞机的研发费用就要高达70亿加元。说白了，以庞巴迪的实力，无法同时承受飞机和轨道交通这两大工业品类的风险。那么第二个失败的原因呢，就是在于管理。失败的战略当然也可以归到管理问题，但是呢，庞巴迪内部的问题则是来自于产品的设计和生产。庞巴迪是一个家族企业直到今天，庞巴迪家族依然是通过双层股权结构控制着企业的发展。那么家族企业的起家产品，像庞巴迪的雪地摩托，甚至水上摩托和三轮摩托领域呢，一直都是行业最优秀的。但是如果上升到更加复杂的全套轨道交通解决方案，以及中型飞机的制造上，需要的则不仅仅是创新和工匠精神，而是现代化的管理体系。而显然庞巴迪的管理能力和资本实力不足以将这两大业务板块做得尽善尽美。那么如果 C 系列飞机的生产能够按照原计划进行，早推向市场3年，则不会给竞争对手这么多的应对时间以至于一系列的竞争产品都相继上市。而过长的生产周期呢，则是错过了市场的一个红利，尤其是在大飞机制造领域呢，晚一天推出就多一份风险。更何况 C 系列是晚了3年。那么究其根本呢，庞巴迪在管理上的问题是将重心放到了资本、金融，怎么拿政府资助，怎么去应对市场，但是呢，恰恰忽略了最重要的产品。在轨道交通上呢，也是同样的情况。后期呢，列车质量问题频出延迟交付更是家常便饭。这就像是今天的波音一样，你就是有再强大的品牌、再硬的政府关系、再雄厚的资本，一旦产品陷入质量问题，比如现在的737的安全缺陷，那么即使波音也会陷入到危机当中。而反而是今天的庞巴迪呢，甩掉了尾大不掉的一个包袱，那么现在轻松上阵，只专注在豪华公务机的市场，反而出现了好的势头。那么近期推出的环球8000系列呢，可以说是一骑绝尘。那么 0.92 马赫的现役商用飞机的最快速度，14000公里的航程，超豪华的体验，都让人们对庞巴迪是重燃希望。那么重视产品永远是一个最好的战略。第三个失败的原因呢，就是外部环境了。当然这点上庞巴迪是自身很难控制的。飞机的销售呢，有着很强的政治属性，往往是取决于政府间的干涉，通常呢是更大范围的国与国之间政治交易的一部分。因此呢，波音所代表的美国和空客所代表的欧盟之间呢，虽然竞争是异常的激烈，但也势均力敌。
但在加拿大啊，甚至是巴西，根本就没有足够的政治影响力与这两者去竞争。说到巴西啊，也是一模一样的困境。那么今天的庞巴迪呢，很有可能就是明天的巴航工业，其被波音收购呢，也是早晚的事情。而且呢，抛开国际政治因素不谈，单从企业的资源上来讲呢，波音和空客都是依赖于强大的本土防务军工的市场，实际呢是等于国家用军工的合同对这两个企业进行补贴。这点上啊，作为军事入国的加拿大是根本没法跟他们相比。而且啊，作为中等国家的加拿大呢，是缺乏一个庞大的国内市场，庞巴迪很难依靠国内市场取得优势，其与美国市场、欧盟市场、中国市场相差太大。我们看中国的航空工业和汽车工业呢，在最近的10几年都有着飞跃式的进步，那么这与庞大的国内市场有着极大的联系。那么只要有稳定的扶持政策和经济环境，国内市场就可以成长起巨型体量的行业或者公司，更允许试错，使企业呢在足够强大后再进入国际市场竞争。其实啊，美国、日本、韩国的绝大多数大型企业都是走的这个道路，但是加拿大的企业却没有这样的环境啊，国内市场太小又太过分散，而临近的美国市场呢，看似开放，却充满了有形和无形的竞争与壁垒。那么全球其他市场呢，也没有一个容易的，只有最强大的企业才能够在国际上生存。而加拿大的企业呢，不乏创新，也不缺技术，更是不缺政府扶持，但偏偏呢，就是较小的国内市场，再加上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邻居美国，让加拿大的企业很难发展成真正的国际性公司。一旦做大呢，就会碰到一面叫做美国的玻璃天花板。那么这就像是特朗普口中的金色穹顶啊，最终加拿大企业那么走向国际之后呢，面对的不是倒闭，就是被收购或者被拆分的命运。其实呢，我们今天说的庞巴迪啊，就是最好的一个案例。那么如何摆脱美国的束缚，找到一条属于加拿大自己的发展道路，是加拿大经济最关键的问题。最后啊，看到这儿，您是不是也有些对庞巴迪的故事感到沮丧啊？一个好端端的国际顶级企业，一个加拿大高端制造业的龙头，转眼间呢就销声匿迹了。庞巴迪的陨落呢，是不是也代表着加拿大的没落呢？其实啊，并不用这么悲观。通过庞巴迪，我们反而看到了加拿大强大的工业基础。一个能制造出150座中型客机的国家，能是工业弱国吗？更何况啊，陨落的是之前的那个好高骛远的庞巴迪。那么今天更加专注的庞巴迪呢，反而是找到了正确的发展方向，不断在公务机领域做到精益求精。加上其过去几十年积累的飞机制造经验，那么未来有一天啊，它是不是能够重新回到科技市场，谁又能够说得清楚呢？而且啊，虽然庞巴迪变卖和拆分了各主要的业务线，但是呢 ，C 系列的生产以及传奇的德哈维兰灭火飞机、双水塔以及这个戴18飞机，甚至轨道交通制造的大多数业务都还保留在加拿大，他们只是换了个东家，换了个品牌而已。大公司、大集团发展缓慢，但是没准这些拆分的小公司中，未来又会成长出巨头。加拿大虽然受限于人口、市场、资本和管理能力，但是呢，无论如何，这里有着全世界平均学历最高的国民，有着夯实的工业基础，更时时刻刻都在诞生着优秀的新产品、新技术。我相信呢，总有一天这里还会诞生出能够超越曾经庞巴迪的更多的真正走向国际的加拿大品牌。好了，感谢您收看本期的大伟探秘加拿大，我们下期再见。